我是 Katie，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5分钟快速上班妆容。就是上班族应该早上都不想太早起来，然后也没有时间去一层层堆叠底妆啊、遮瑕，那眼影也没有时间去什么慢慢晕染啊什么的，所以想说就跟你们分享我之前上班的时候都怎么样快速的完妆，然后可以好好的出门。好，那第一个就是底妆。底妆呢，我会直接，如果我要遮瑕度比较完整的时候，我就会先上遮瑕，这样子一条，在差不多你眼下需要提亮的地方。然后如果鼻翼有暗沉，就这边画一点，然后嘴角也画一点。下巴如果有痘痘就稍微这样子画一下，然后这边比较需要提亮，画一点，这样子。遮瑕膏我就大致这样抹。那我用的是这个 Etude House 的气垫遮瑕，这个还蛮好用的。然后我通常用的色号是 Vanilla， 颜色是这样子。接着呢，再用粉底液。粉底液我最近用的是这个妙巴黎的，这叫果然心机什么什么粉底精华吧。那用量大概就是压一下，接着呢，点在脸颊上。我刚那个遮瑕布拍开哦，就连着粉底一起这样子点在脸颊上。好，全部点好这个遮瑕跟粉底是这样。接着呢，用海绵。我这个海绵是上次有拍影片分享那个韩国的海绵，然后我会先把它喷湿。就如果你不想要海绵太湿的话，就从平常我是去水龙头沾水然后捏掉水嘛。那如果你不想要海绵太湿的话，你可以喷这种化妆水在上面，这样等于你在拍海绵的时候也顺便帮脸上补水。好，就差不多喷到微湿就好了。然后我拍海绵呢，我拉近给你们看哦。拍的时候我会从粉底开始推，就从这边。把粉底这边先推开，接着呢再去拍有遮瑕的地方，这样才不会把你那个遮瑕度给推掉。好，我会全脸先把它大致抹匀，再开始仔细的去推它。好，粉底推好是这样。这个粉底液啊，还蛮有光泽的，它在脸上有一个很自然的光泽，然后它的妆感很自然，不会太厚重。那我现在看起来遮瑕比较完整，是因为我有上遮瑕膏。如果单上这个的话，它的遮瑕度是比较低的。好，给你们看正常距离，就这样。那这样子上起来的粉底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但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慢慢一层一层叠，这样就可以了。接着是要上蜜粉，那我用的是这个 RCMA No Color Powder。那我其实所有化妆品类当中啊，最不喜欢用开价的东西就是蜜粉，因为我觉得蜜粉啊真的是开价跟专柜差异最大的东西。像其他你看我唇膏啊、眼影啊、眉粉、眉笔啊什么，我都很喜欢用开价的。粉底我也是很喜欢用开价的，可是这种蜜粉我会去买很贵的专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用很贵的蜜粉啊来搭便宜的开价的粉底啊，那个妆感是会被提升的，然后整个持妆度什么的会变得很好。但如果我看到很多人喜欢去买很贵的粉底，然后却是搭开价200块的蜜粉，然后再来说为什么很贵的粉底效果不好，那我真的要告诉你是你蜜粉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用很贵的粉底再搭便宜的蜜粉啊，那个妆感真的是会被降低，然后呢，你整个持妆度也会被降低，然后可能还会有就是因为粉不好会有斑驳结块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买很贵的粉底搭便宜的蜜粉，那你就是浪费那个粉底。那像我的做法是，我第一个我一定会把我皮肤保养好。你皮肤底子好了，其实粉底用专柜的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然后蜜粉呢去用好一点的。那今天因为是要示范全开价的妆容嘛，所以我搭配的是这个 RCMA 的蜜粉。这个我觉得是我用到目前觉得它价格是开价的价格，可是它的品质真的是可以跟专柜比的，所以我喜欢用这个。那用法就这个用法我也分享过很多次了，就直接沾盖子上的，然后会用刷子上。那今天因为是要用开价的彩妆嘛，那一样刷子我也都是搭配开价的，这个是
Real Techniques 的 Powder Brush。脸上你看哦，像这边有基线，都要先拍开。然后像眼下，因为有上遮瑕，也可能会有细纹的地方会有基线，然后记得都要先拍开，然后再去刷蜜粉。那我都是这样子，先全脸刷过一遍，轻轻的就好了，不需要刷太多，然后稍微拍一拍，这样蜜粉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整个底妆的步骤。好，接着是要上腮红跟修容。那腮红用的是这个 The Face Shop 的单色腮红 OR03，这个我最近一直用，它常常出现在我影片当中。然后搭配刷子是 Real Techniques 的 Blush Brush， 那就直接这样子沾，全部很均匀的沾一遍，然后把多余的粉甩掉，然后这样子刷在脸颊上。就这样横向刷就好了，这样效果是很自然的。你看那个自然红晕，然后这个腮红是有一点点光泽效果的。你看我刚刚这样刷上来，我脸颊上颧骨那个高点就有出现光泽。就这个腮红我觉得真的很漂亮。然后刷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常常都会有人问我说，Real Techniques 的刷子跟 Sigma 的我比较推哪一个？我比较推荐 Sigma 的，我觉得真的用起来有差异。然后 Real Techniques 的刷子就是有时候很软，有时候很硬。像我刚刚那个蜜粉刷就有点硬，用在脸上是会有点刺刺的不舒服。但这个就很软很舒服，它好像是会有品管的问题吧，就常常会有人说有的刷子软，有的刷子硬。那我自己也是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刷子的怎么讲，匀粉力啊，还有整个刷子的设计，还有刷子的多样化，都是 Sigma 的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 Sigma 刷子。可是如果你在预算上有限制，那还是 Real Techniques 便宜很多嘛，那也是很好用的。然后腮红上好像是这样，接着要上修容，我用的是这个 Tony Moly 的单色腮红，这个是7号色，然后搭配这个 ELF 的这个扫把。我的用法是用刷子这样子沾一角。然后呢，就直接这样子画在脸上。我觉得这一个真的很好用，因为它的毛真的很软，那它的抓粉力不是太强，所以它不会让你下手太重，但是它可以把粉抹得很匀，就不会有一块一块的感觉。好，修容就这样简单的画一点就好，不需要太强烈。接着是要打亮，一样是这个 Tony Moly 的单色腮红，那这个是08号，然后刷子一样是这个，就是我刚刚用这边沾修容嘛，现在就换另外一角来沾打亮，所以这个刷子真的超方便的，而且它很大，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你看我打亮就这样子就好了，超快速的。那如果你要加强下巴、额头跟鼻子，这样子就完成了。所以整个腮红修容打亮其实大概1分钟就完成了。好，接着是要画眉毛，那眉毛一样是用这个 Maybelline 的 Fashion Brow， 我最近就是真的几乎天天都用这个，它已经被我用到很凹了这一块。那这个我就不说明了，因为它太常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了。它这个眉蜡真的很好上色，因为看我刚刚就是这样子画过来，然后其实眉毛就已经 OK 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是它的刷子都还蛮好用，就是因为这个眉蜡它就有点粘稠嘛，基本上刷子应该是会用到最后会就是很难用，可能会就是结成一束一束的。但这个刷子它从头到尾都还是很好用哎，这刷子我没有洗过，我用到现在没有洗过，但它到现在还是可以把这个眉蜡刷得很匀，所以我觉得这刷子还蛮神奇的。好，上班的时候呢，我就比较不会介意我的眉毛到底有没有对称，因为要画对称真的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上班其实有一点点不对称，别人不会注意到，所以就这样差不多就好了。接着我要先上唇彩，那唇彩用的是这个妙巴黎的这个叫做恋发魔幻经典唇彩，这个是7号裸粉色。因为上班呢，我不喜欢嘴唇的颜色太亮太抢眼，所以我会选跟我唇色非常非常接近的。你看这个跟我唇色超像的，所以我选这种裸粉色。那如果你的唇色比较浅啊，我推荐你可以选这个，一样是妙巴黎这个恋发，可以选4号，它是比较算是珊瑚色，但它实际抹起来，如果你拍的比较匀的话，那实际抹起来会是一个很好、很气色很好的感觉的那一种珊瑚色，不会太夸张。但因为我唇色比较深，这个是盖不住我的唇色的，所以我就用这个。然后一样就是轻轻的，不是轻轻的，淡淡的抹就好了，不要整个很饱和的抹在上面。所以我就这样画2条，然后用手拍开，
就是等于不要让嘴唇看起来有那种暗沉啊、气色不好的感觉，但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唇膏画得很夸张，因为其实你唇膏颜色一重啊，或者太饱和啦，人家就会觉得你妆很浓。就算你没有画眼影，别人还是会觉得你妆很浓。像这样子效果就很自然，等于说一点点淡淡润色的感觉就好了。好，最后是整个彩妆的重头戏眼影。今天用的是这个 Vise 的5色眼影，它颜色是这样，色号是 BR3。那 Vise 这个眼影啊，总共很多颜色嘛，那它有比较彩色的那种，比较绿色、蓝色或者是有点粉紫色的啊。建议你们上班不要擦这么彩色的，就是因为上班真的你要顾虑到别人的感受，那你如果擦绿色、蓝色的眼影，很难不让人觉得你怪怪的，所以建议你上班就是擦大地色的眼影就好了。然后大地色的眼影呢，有分冷色调跟暖色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不适合冷色调，那如果你是觉得你常常连擦大地色的眼影都会觉得好像用的脏脏的，或者是擦了眼影之后感觉气色不好，或者是像我自己是第一个用冷色调的大地色眼影会看起来脏脏的之外，我擦冷色调眼影呢，会看起来比较没有气质，所以我非常不适合冷色调的大地色，所以我都是选这种比较暖色调，可能是稍微偏橘或是稍微带红感的这种。那这个呢是比较偏橘的。那我的用法呢，要拉近给你们看，我就先用手指沾这个浅香槟色。那我现在是在拍掉我眼睛上的基线哦，如果你有基线，一定要先拍掉。然后刚刚沾的浅香槟色，整个大面积的沾到眼皮上，你看这个珠光很细致，很漂亮，擦起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提亮眼皮的感觉。接着再用棉棒沾这个最深的咖啡色，然后呢，直接从眼睛的尾端开始，然后往上勾一个，这样子，很像拉了一个眼线，再从这边这样子画回来，有一个这样倒钩7字的感觉，再用棉棒的比较胖的这一头去把它晕开。那看眼尾的那个深邃度就出来了。接着呢，换回你刚刚沾的，再画一点眼头。眼头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的眼睛是比较有点泡泡的嘛，画眼头这个会让眼睛看起来比较不泡，然后比较深邃。我是看韩国的 YouTuber， 他们都会这样画，然后学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有用的。啊，眼尾眼头画好是这样，就觉得现在晕染的看起来很不漂亮嘛，没关系。接着我们再用手指沾这个算是比较偏肤色的咖啡，然后点在你眼睛的中央，你看这边有一点，然后再换上干净的手指，直接这样子把它往左右拍开。这样子眼妆就完成了，有没有很简单又超快的？那如果你想要眼下有一点比较深邃的感觉，就一样继续用这个棉棒细的这一头沾咖啡色，然后画在下睫毛的根部，轻轻点就好了。轻轻点一点在下睫毛根部，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下睫毛很浓密，不像是有画眼线或眼影的感觉。那这样整个眼妆就完成了。然后上班呢，我比较不建议你去做眼头打亮，因为一样还是要顾虑到别人的感受。那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或者男生就看不懂眼头打亮这种妆，他会觉得你脸上好像勾到眼屎还是什么脏脏的，所以不建议去做太夸张的眼头打亮。那这个颜色其实你平常是可以拿来做眼头打亮，这颜色很亮很漂亮。但是上班我是建议，如果你真的很想打亮的话，你就眼下这样子沾一点点就好了，就让眼睛看起来比较明亮，可不会有那种太强的打亮的感觉。就这样子沾一点点就可以啦。好，这样就是我平常之前上班的日常妆容。基本上我上班应该大部分就顶多画到这样，可能还常常会没有画眼影啊，或者是常常不画腮红。反正如果要画很完整的话，就顶多是这样。其实这样大概就真的5分钟，因为底妆呢大概1分半，然后唇彩顶多半分钟，所以这样加起来2分钟。然后呢，眉毛你可能要慢慢画1分钟，眼影的话也顶多1分钟。腮红修容打亮也是1分钟，这样子就5分钟可以完成全脸这样子的妆容。那如果你想要再加强，就是你可能没有画眼线，没有擦睫毛膏，就觉得很像裸体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加强。那眼线的话呢，我就会加一个内眼线。
因为外眼线的话，我刚刚已经用眼影这样子勾一点啦，所以就不用画外眼线，就已经有眼线这样子的效果，那就直接画内眼线。我现在用的是碧雅这个眼线胶笔，直接涂在睫毛的根部，这样子画眼线呢，大概10秒钟。你看眼睛的那个深邃度就出来了，所以就这样加一个内眼线就好了。接着，如果要刷睫毛的话，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Etude-House 这个，它是比较自然的浓密不算很浓密，就自然的卷翘，然后一点点浓密的感觉，它不会太浓，也不会太纤长。上班的话，基本上你睫毛真的不要搞得太夸张。那这个呢，我还很喜欢的是它的刷头，它的刷头很小，这样子很不容易沾到眼皮，所以如果要比较快速上妆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然后先夹一下睫毛。睫毛的话，我这阵子有发现比较好夹翘的方法，下次再拍一个影片给你们分享。那今天这个上班妆容就大概就好了啦，因为我以前上班基本上是很少擦睫毛膏的哦，因为我以前上班啊，我上班的环境是就真的全部都是宅男，我是在科技业，然后全部都是宅男，还有已婚的爸爸们，所以就真的化妆没什么意义。我上班都只是稍微不要让自己气色太差而已。好，这个睫毛膏的效果给你们看，我觉得它很自然。然后我今天是睫毛没有夹得很翘，所以它就这样子比较自然的效果，没有说太翘。但如果你把它夹得很卷翘啊，这个是很能维持卷翘的一支睫毛膏。好，那这样子在全脸加强版眼线睫毛膏也画好，就这样。那其实你再加眼线睫毛膏，顶多个2分钟吧，所以你一样全脸画成这样很完整，还是一样10分钟之内一定可以出门。那之后呢，我会再找时间拍学生的开架妆容，因为学生妆啊跟上班妆我觉得差异是很大，因为上班妆真的非常非常保守，是很顾虑到同事感受的妆容。那学生妆我可能就会弄得比较大胆一点。那之后我会找时间拍学生的妆容。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5分钟上班妆影片，那记得订阅我频道，拜拜。好，你看我刚涂的厚度很刚好，就很好撕啊，痛痛痛啊，痛痛。它粘性，粘性超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话，你就不要用这个哦。因为像我皮肤是还蛮强壮的。